从家到学校要徒步走2-3天，这就是大山里女孩们的日常。时至今日，还有太多这样的女孩在未成年阶段便嫁人生子，成为别人的儿媳、老婆、妈妈，一生守着贫穷，人生价值只能围绕着生孩子、做家务展开。就在这悬崖百丈冰上，傲然出现了一位有花枝俏的张校长。女孩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的泥沼般的命运，就此迎来了希望。坐下坐一宿火车，跟猪一块回来。胡先生，你不说网上一条巨大的鱼吗？鱼呢？搁哪呢？张桂梅的现实主义理想很简单，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摆脱贫困。因为在她之前，没人告诉过女孩们，人生还有其他的活法，连他们的家长都没有挣脱命运的能力和自觉，认为这就是正常的人生。这不仅仅是经济的贫穷，更是精神的荒芜。你们知道山的外头是什么吗？山外面不还是山吗？山花烂漫时在今年教师节低调上映，靠着口口相传取得 9.0 的开分，近期完播后评价一路走高，冲到了现在的 9.4 分，一举成为近5年来最高分的国产剧集。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部主旋律题材献礼片，但小生打赌，你只需要10分钟就会对它另眼相看。很久没有一部国产剧能像一股强悍的泥石流般生猛率直地证明了现实主义题材也可以很好看，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好看。剧情从张桂梅小学生式的吵架开篇，到挽救因酗酒父亲而辍学的女生，再到她去人民大会堂开党代会，为大山里的女孩们请命，仿佛大刀阔斧地将最偏远的云南山村开出了一条路，披荆斩棘的直通理想的彼岸。而开路者张桂梅的终身理想就此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身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3代人的命运。自此家喻户晓的张桂梅得到政府的200万拨款，开启了打怪升级的创校史诗。在地方领导眼里，免费女校是她的异想天开，在某些群众眼里，她就是想通过建女校大捞一笔的投机者。只有张桂梅自己凭着一腔热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在她不藏私利、一心为民的信念驱动下，教育局长周善群要编给编，要人给人，甚至为了支持他的招聘工作，不惜充当活招牌和吉祥物。马副县长也多次排除万难，动员所有人脉，全力支持，促进了雨中进山接学生时一个都不能少的感人名场面。但即便免费女子高中建成后，张桂梅无门槛的招生也是困难的。她深知这种阻扰的必然性，也懂得她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人。咱们是在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在对抗。大山里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活着的。大山不仅是交通的屏障，更是蛮荒与文明的分水岭。只有把知识传递进去，女孩们才有可能走出大山，改变山里女孩固有的命运轮回，是张桂梅朴素又急迫的愿望。她办免费女高的初衷，就是不想因为精神和认知的贫瘠，导致女孩们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她想给这些女孩一个最起码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她招生的对象主要围绕上不起学和考不上高中的女孩，招来的生源基础差到令老师们绝望的程度，但他依然采取有教无类，不许分快慢班，不放弃任何一人的态度，下令老师们使劲教，学生们使劲学。为此，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和教学方式。从今天开始，5点钟起床，所有作息时间以秒钟计算，国家出钱办学，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从今天开始，学习靠拼，吃饭靠抢，这就是女高节奏。现实中的张桂梅校长也因为这般雷霆铁腕手段，受到了不少所谓高知分子充满优越感的诟病，讥讽她是填鸭式教育。但这样相对极端的教育方式，反而是张桂梅最清醒、最明智的选择。儒家的因材而施教，真正的意义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天赋、不同起点、不同条件、境遇等，采取因人而异、更好接受的教育手段。大山里
里的资源限制，大山里的传统观念，注定了大山里的孩子不可能像城市中的孩子一样享受素质教育，他们甚至连输在起跑线上的概念都没有。难道你还要让张校长给他们请外教，盖游泳馆、网球场吗？万丈高楼平地起，女孩们要参与这场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高考竞赛，只能靠拼命去卷。但学校仅建了一栋楼，连食堂和厕所都没建起来的时候，200万就花完了。就这还是1分钱掰成2半花的。长短腿的二手课桌，摇晃的二手床，就是学校的基础硬件。没钱了，张桂梅必须自力更生，她去找企业家募捐。募捐的方式另辟蹊径，因为她的谈判筹码仅有一面锦旗。不是张老师，我就捐个5万啊！5万啊？不可能，那不可能！江总这么大老板，一言既说驷马难追啊！那当初说了捐10万，咋可能捐5万嘛？他更是硬蹭江总的社交资源，当众化缘。为了多募捐点钱，不能喝酒的身体，整杯白酒他也强撑着一饮而尽。但酒场上的承诺转天就成了空头支票，他的催款电话刚拨通就会被挂断。捉襟见肘、寸步难行的女高让他一筹莫展，再加上被他招来的老师全部在艰苦条件下练就了一专多能，不仅要教课，还得兼任安保、后勤、保洁、搬运工。老师们看不到盼头，感受不到希望，本就满腹抱怨，遇到财务危机后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大半老师不能靠理想干熬，纷纷离开了学校。本来就需要借用旁边学校食堂解决吃饭问题的学生们，也因为没钱续费被断粮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学校一度交不上电费，被迫停电，钱不够，事不成，内忧外困，理想难以为继。张桂梅也第一次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但就在整理学生老师档案，准备办理交接之际，他发现了剩下的老师里面有6名是党员。如果是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哪怕只有1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被丢掉。我们有6名党员，难道我们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打丢掉吗？我觉得不会。在屏幕上消失已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因为张桂梅就这么鲜活又坚定地回归到了观众的视线。张桂梅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信仰的力量。她那段重新组织的宣誓，相信感染了包括小生在内的很多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永不叛党。宣誓人张桂梅。为了让学生们正视困难，他用红色教育来鞭策大家。当我们一无所有，信仰就是稳定军心的基石。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就是最有效的办法。我们的祖辈在革命年代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优渥的当下，让很多人忘记了。此时此刻，亦如彼时彼刻。转机来了，教育局长周善群和马副县长为了帮助张校长解决困境，身先士卒，赶去找省委副书记刘清勇。虽然被拦下了，却也阴差阳错的让刘书记得知了华坪女高的困境，亲自到访视察。课桌、床铺、黑板、讲台，这都要重新添置。半拉子工程不能就这么撂这儿了。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少说也得800万了。800。全部算上，一共860万，你看行吗？行，太行了！
这也是刷山花烂漫时让无数人感到心绪激荡的原因。除了张桂梅澎湃的生命力与意志力，还有上至省委领导、县长、教育局长，下至师生、朋友、企业家们的多方驰援，甚至卖豆花的摊贩也给学校捐了30块钱。山花烂漫时的主创团队把支持张桂梅办校的社会体系搬进了剧本里。有了这个体系支撑，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剧集结尾时张桂梅本人会这样说：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全剧中的不同阶段都贯穿着女生们在国旗下宣读女高誓词的场景，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到后来的铿锵有力，无不体现着她们的个体意识觉醒。她们在女高重拾了自尊、自爱、自信，也认识到高考对于她们而言的重要性，这是鱼跃龙门，是仅有的翻身机会。张桂梅校长为她们拉开了人生赞歌的高昂序幕，而她们也在用尽全力回馈成长着。姑娘们没日没夜的苦读，为的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中获得一战之力。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要送你们上战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心里都是满满的踏实，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放一向前冲，吃吃饱干。你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有信心。能不能胜利？能胜利。在所有力量的托举之下，在他们走进考场之时，脸上透露出来的不就是小生开篇提到的那希望的光芒吗？曾经那些底子薄、基础差，让老师想教都无从下手的学生们，用100%的上线率还给了母校一个奇迹。由此，奇迹延续至今，现已有2000多名女生从华坪女高开出的这条路走出了大山，开启了他们从未预想过的美好人生。为什么小生说山花烂漫时呈现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好看？因为这部剧不仅诠释了什么是当代英雄，还用以小见大的格局展现了什么才叫正能量。主题也不局限在女性、扶贫、励志等范畴，既展现出社会主义信念的力量，又描绘了每一个小人物昂然无畏的生命张力。不唱高调，不歌颂苦难，唯有真实才是最动人的底色。正所谓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从中笑。